吃2个巨无霸，2个麦香鱼，1杯大奶昔。上头这些料全都给刮下来，挑出来，挑出来。哎呦我的妈！挑可以了，要粘手上了。哇，这么一想，这个人还是有点大智慧啊。川普的食谱就是儿童的梦想，他曾经说过 I don't eat sushi。我们还准备了一首总统的主题曲，然后希望对。大家好，我是杨柳。大家好，我是小彤。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吃东西。哎，10月2号，听说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得了新冠肺炎，我们的心情特别的复杂，有一点难受。所以就只能想着，哎，这个隔离期间肯定特别难熬嘛，就给他准备了一份隔离食单，都是他最爱吃的东西，3份不一样的餐单，135、246，然后还加一个周日的一个爱心加餐，营养均衡，提高抵抗力，然后早日康复吧。完了再出来好好一起竞选，吵吵架，吵吵架，吵吵架。我们是了解到这个总统他其实不吃早餐。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关心，你总是要劝他吃一吃早餐的。所以希望就是通过这次隔离，能够把他吃早餐的这个好习惯培养出来，然后就能让他寿比南山。他最喜欢的那就是麦当劳了。好，我们也就贴心准备了麦满分，果然就是麦满分的味道，满分。川普喜欢吃 taco， 但是他喜欢的叫做 taco ball。taco 就是跟那个大家吃煎饼似的，是手拿着吃的，就不是在碗里盛的。所以这个我们为了遵循总统的意愿，给它放在了一个包里头。还是就是一名竞选者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 taco ball。发这个推特的时候，他还说了 I love Hispanics， 我爱西班牙裔。好多人说他搞种族歧视，这哪能啊？就是这么爱吃西班牙菜，并且呢，就还给西班牙菜做出了一点贡献，就是加了一些北美的这个食物的元素。然后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几个 taco 呢看起来好像特别素，对吧？里边都是绿叶菜，还有胡萝卜丝、cheese 什么之类的。这件事情在特朗普先生那儿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人他不吃蔬菜。对，他会把这个一丝儿一丝儿可能就都得挑出来，挑出来，挑出来。哎呦我的妈！可以了，要粘手上了。晚餐我们看到了，哎呦，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 meat loaf， 大家可能学过 loaf 这个英文单词，就是一条那种面包，就是没有切片的吐司，它会叫 loaf。这个就是拿肉做的，可以用任何的肉做，加上很重的调味料，捏成了一个就是肉砖。对，捏成了一个肉砖的形状，然后拿到烤箱里面去烤。你可以切片吃，然后甚至加到三明治里。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就是剩菜呀、饼干渣啊、锯末啊什么的，弄得精吃一点，可以吃好久。最开始在19世纪的时候，经济大萧条之前，大家呢是把它当成早餐来吃的。所以我们觉得吧，这个总统要是万一吃不完的话，第2天早上还可以继续吃。我们这次买的不小心买小了，根据我们对它的了解，对它食量的一个合理评估啊，可能会不开心的啊。是，所以就多喝点可乐吧。我们给他准备了最爱喝的健怡可乐，可能可以增强抵抗力吧。就是有一种传说，好像说他一天必须要喝12瓶健怡可乐。都说人70%是水，它70%应该是健怡可乐。这是咱们246的总统食单啊。从早餐说起，总统呢说他非常爱吃这个 cereal 这个麦片，但是呢只能吃美国土地上生产的，就是每吃一片，就都感觉心中的对美国的爱意就增加了一分。让我感受一下，增加了吗？没有。Excuse me. Again， 我们又来了麦当劳。他可能会一天都不吃饭，然后他会吃什么呢？会吃2个巨无霸，2个麦香鱼，1杯大奶昔。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健康，是吧？然后就决定就给他准备一个汉堡，然后配上点薯条，这不营养均衡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吃不下。他前2天还认可了这个麦当劳的这个薯条啊，他说他人到中年，一男性呢很容易谢顶，但他一直这个秀发非常的飘逸，可能就是大家都见过，就是这个薯条这些年吃够了。我当时在国内觉得麦当劳薯条真的很好吃。对。然后来了这儿发现啊，好多快餐店的薯条比这个薯条的味道浓厚很多。对，所以也许是总统先生，或者只是对于这个品牌就别有一种情节。他从1995年开始就和麦当劳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奶昔哥在广告里就是勾肩搭背了起来。How do you do it? What's your secret? 快餐国宴是非常著名的一件实事。
他就请了一堆那种大学生运动员，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到白宫，对，吃一点垃圾食品。总统对汉堡的爱是有理由的，他是这样，就是心怀这个身居庙堂之高的忐忑呀，他就觉得总会有人给他下毒，你知道吧？哦，是这样的，这种连锁品牌非常的可信哈。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连吃2个巨无霸，连吃2个麦香鱼，再加一杯大奶昔，感觉是自己给自己下毒，把这活儿给接过来了。他爱这种快餐的食品到什么程度呢？在疫情的时候，美国很多的肉类加工厂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关门。然后他呢就说不行，给我投票的人跟我一般吃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让他们不高兴了，肚子饿了，怎么给我投票呢？即使有这么样的压力，不关，我们不关。晚餐咱们吃披萨啊。这个披萨是北美非常亲民的一种食物，北美的披萨是没有堂食的，不像咱们国内一个必胜客就非常的豪华，菜单60多页是吧？这儿就是边路上都可以吃。但是我们今天买的这个披萨呢，有一点还是违背了他本人的信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面是有绿色的，他不吃蔬菜。对，总统吃汉堡、吃这种垃圾食品、这种快餐的吃法是非常讲究的，非常健康，甚至是把这个面饼拿掉不吃，然后呢吃这个肉排。菜是什么？拿开要。我感觉他喜欢的东西就是个碎肉块。对，就是各种形式的碎肉他都喜欢。所以他应该爱吃饺子。朋友们想了解饺子的，欢迎看我们上一集。饺子可能对他来说还太素了，里边毕竟有菜，得把皮儿都给剥了才能吃，可能姜也不行，麻烦。标准的麦当劳味道。OK， 连锁品牌这个质量有保证。还有吃披萨，这个总统非常的讲究啊。得把这上头这个 topping 上头这些料全都给刮下来。然后你为什么要把它蒯下来呢？就是因为在总统看来，这个披萨的面饼呀，其实是个盘儿，它其实就是不吃披萨的这个面饼。面上我们把青椒拿掉了，面底下我们又把那个面饼拿掉了，只留了中间薄薄一层。他可能觉得就是暴露在外面的就是不干净了，就可能更容易被人下毒。对，不安全。哇，这么一想，这个人还是有点大智慧啊。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得用刀子和叉吃，然后你这么一吃，另外一只手就可以发推特。然后，对，不脏的手。早午餐一个 bonus 送给大家。总统早上得去教堂，对吧？他那个圣经就是都拿在手里不离手的，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徒。对，虔诚完了，可能就虔诚的也有点饿了，对吧？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个非常丰盛的早午餐，这个就是经典的培根鸡蛋。好熟啊！别噎着啊，喝点可乐。川普的食谱就是儿童的梦想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长到这么大的岁数，然后还就是童心未泯、真诚、毫不做作，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够赢得这个年轻人的心，对吧？未来的总统还属于他啊？真的吗？We will see， 好不好？对。然后咱们这个晚餐非常隆重，吃牛排。大家都知道，这吃牛排都分几成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厨子都不用问，因为肯定就是全熟。我煎这个牛排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上面已经是跟岩石一样的硬。我觉得这个一半可能都留在了我的牙缝里。切小块一点，不要切。对，切成，把它弄成肉碎，做成 meatloaf 吧。他曾经说过 ，I don't eat sushi。以后可以试试给那个把寿司给它蒸着，蒸年糕、蒸熊掌、蒸鹿眼、蒸鱼片。吃到这儿差不多了，然后来点甜点吧。我们给准备了他最爱的啊，这个樱桃香草冰激凌。这个是当时他那个登基大典的时候准备的，就是这款冰激凌。那你说他今年还能吃得上？所以我们先替他吃了啊，到时候回头再说。这一天只吃2餐，可能对于总统大人不是非常的适应，所以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些加餐。这个呢，不能停，奥利奥，这是总统最爱啊，从小都知道该怎么吃这个，扭一扭，舔一舔。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发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热量充足，不是充足，是爆表啊。对，然后就是好吃不贵，非常的接地气哈。基本上你只要出到一个街，你拐个弯就能买到。全球最美架子的一个御膳食单了哈。随时随地吃到果叶。我们都说这个食如其人嘛，就是这个什么东西吃多了，这人他本身就会变成什么。
也不是，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揣摩一下。对，大家那个给我们留言吧，我们这儿也不好说什么。对，你觉得它会变变成什么呢？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就祝总统大人啊，这个早日康复，赶快回到辩论赛场上来。最后，咱们就是喝口可乐，碰杯。压压惊，不用了。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吃总统的东西。我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新的拍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底下告诉我们。如果你还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点赞、留言和分享。B 站小伙伴们，欢迎点3点哟。我们还准备了一首总统的主题曲，希望对，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听，慢慢享受，感受到这样品味其中的对人生的。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